The Shy 元年以来 LPL 毫无疑问的人气大王，无论成绩巅峰还是低谷，无论在 LPL 还是在老头杯，无论是僵尸还是植物，大家都不会否认 The Shy 他是一个在赛场上非常吸睛的选手，他是毫无疑问的伤害大王，在输出数据上永远拔尖，也是上路的死亡大户，单杀和被单杀榜都名列前茅。C 还是宋，他的姿势都与众不同，极具风格化的打法也受到了无数上路选手和玩家的追捧。我想 The Shy 是什么样的选手，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市面上的分析解读也有很多，但 The Shy 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能这样，却很少见有人讨论过。为什么 The Shy 既能是天神下凡，也能是滑板学肆虐上路的罪魁祸首？他既能做及时雨，也能是1-16的研发代言人。今天我们就从选手的游戏智商出发，聊聊 The Shy 为什么是 The Shy。在今年年初，我分享了一个观念，就是选手的水平其实是由3个部分组成的：游戏操作、游戏智商，还有精神属性。而其中精神与操作这块很容易有波动嘛，会随着版本比赛强度都会发生改变。有些选手就是常规赛随便打，但关键时刻就拉垮；也有些选手呢，越有压力越是关键，越能爆发出越强的实力。而操作那就更不用说了嘛，版本变更、不同的英雄熟练度差异、年纪大了呀、生病、伤病这些影响，甚至你说昨晚倒多了、吃多了，今天人有点晕，那都会影响到具体的操作质量。何况操作部分不同位置还是区别蛮大的。感兴趣呢，可以看我之前打野位的相关讨论。那选手的游戏智商是一个大伙都有感知却很少有人讨论的部分，而它恰恰是上单这个位置拉开区别的关键。这里我就得先分享一个概念，就是象棋思维和扑克思维。看比赛其实除了团战操作这种临场大伙没法快速的分清优劣外，其实游戏里的运营正确选择并没有那么难找，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上帝视角的，撸啊撸也好，王者荣耀也罢，哪怕你是一个不玩游戏的云子，或者说超花的集美，他们关于运营和发挥这块，哪怕不是说特别懂，其实也是能掰扯2句的，甚至你看着好像也有点道理。而很多职业选手往往打了很多年，却也经常会连最基本的运营都会出错。就为什么选手们就是没法有这种上帝视角呢？因为思维模式是不同的。站在上帝视角看比赛的时候，我们思考的模式那是象棋思维，即完全信息博弈。比赛呢像一个象棋盘，棋盘下的信息对我们是完全公开的，每个棋子都可见，此时我们去判断决策是基于一个完全信息的环境。既然信息都完全，那它就自然会有逻辑关联，而出了问题的地方就一定是有人在犯病失误，因为它不存在什么随机的可能性。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每一步我们都可以计算，都可以有计划，也都会对结果有预见，它是没有运气成分在的。但真实的比赛过程并非如此。回到真正的操作第一视角，回到真实的游戏里时，选手能获取的信息它有限，你信息有限，决策就一定片面。即便是队友，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他们具体的行为和思路，而操作、沟通、思考都会占用选手的 CPU。所以真实的游戏博弈它是一个扑克思维，即非完全信息博弈。你的对手信息是隐藏的，他博弈中也是有运气成分的，我们只能基于手头的情况去计算后面发生的可能性，计算概率的同时管理风险。很多站在上帝视角很愚蠢的博弈，实际上已经是选手所处环境下能做的最优解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出门不小心按掉了闪现，在分段稍微高一点的对局里，对手和我的博弈，那一定还是得基于我还有闪现来进行的，他得默认我有闪呀。而如果我是一个高手，那我的对线策略肯定也不能按我没闪进行，而是得按我有闪现来去做博弈。这也说明了视野在比赛中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视野代表着信息的获取，尽可能获取多的信息，才能更加接近于上帝视角，从而做出最优判断。所以当我们用扑克思维来看The Shy时，很多的离谱并没有那么离谱，只是The Shy站在他的视角和太多玩家的理解不同了而已。而游戏智商的本质其实就是对信息的转换效率，但你转换成什么方向的结果，那就是风格化差异了。前面聊思维的区别，就是要让大家先别管选择出来的这个结果对不对，毕竟比赛上没有人永远都对，但我们可以探讨它有没有。游戏智商这个东西呢，有点像大伙儿斗魂一样你正常断体一下是3选1，但游戏智商高的选手他就能6选1、7选1，而游戏智商缺乏的选手他往往只能做3选1，甚至没得选。虽然可能看着结果大家都一样，毕竟 MOBA 游戏也不是1v1，它是有团队的，但这确实也是选手能力的一部分。所以基于信息的这个转换效率，我们可以把游戏智商分成想得快、想得深、想得多3个维度。想得快其实是游戏智商里最依赖天赋且无法靠经验和理解去提升的一个维度，因为它本质呢是选手 CPU 够不够数值，这块就属于天生堆料了，没法后天提升。
一个选手要成为顶级选手，在脑子 CPU 这块还是得具备足够数值的。我知道这里肯定会有一些经典评论啊，打职业哪个不是天才，不是路人王？这种说法错误的点就在于，我们聊职业就应该把评判标准放在职业级，而不是和普通路人玩家比。事实上就是天才之间亦有差距。举个例子吧，23年冒泡赛呢，滔博打微博这里，德晒在面对天恩的 gank 下选择闪现回头反杀了微沃的，然后在2段离场。这里我们不用看德晒的决策，反而该看微沃的。不讨论博弈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注意到微沃的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吃血瓶，这里一开始不吃，可以说微沃的有点贪了，但被鳄鱼反打的瞬间还没有吃，就说明他 CPU 他过载了，想不到吃药了。你就不管这点血它有没有用，但你就得有相应的反应，这种本质就是 CPU 差距。而微沃的已经算是在 LPL 有过高光且能去世界赛级别的选手了，但我只能说他的天赋还是更偏向于直播吧，舒服。和最顶级的上单选手相比，在面对多线程思考时，他面对突发压力时的那种反应，还是能明显看出有性能之差的。那我们来看 The Shy 的 CPU， 这是一场 S10 的素材，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卢在面对猴子时，除开操作外，他是 E 的途中还能抽空把腐败药水吃掉的，甚至还刚刚卡好了腐败药水的 CD。正常情况下，对拼预判吃药是比较常见的操作，那 The Shy 当然也是如此，但在这种被打野 gank 加残血极限对拼的高压下， The Shy 还能有反应去吃药嗑药，那 CPU 这块数值是绝对够的。大伙不要觉得我是在尬吹，其实我们去看选手做操作，很多时候它是有节奏感的。就比如这里小奶油和德晒的 solo， 可以看到小奶油它是吃炮，所以补一口血，然后第2口血则是在草原素里等待的时候才匀出空隙去吃第2口的，这种就是操作上的气口。但我们可以看到 The Shy 的第2口，它是在残血这样的高压下打完加速炮边移动走位边吃，这种细节虽然不影响结果，但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到了吧。The Shy 他在分配左右手注意力这块是极其协调的，我想可能也和他有钢琴基础有关，所以在想得快这个维度， The Shy 他确实有足够的数值，他也确实在这个维度发挥非常出色。他对于收集信息然后下判断的速度都是很快的，有时甚至太快了，会有一些一看着就是白给的画面，所以他一旦开送也是送得很快的，这就是信息的局限了。想得快呢，在实战中最好的体现就是反击频率很高。比如这波 The Shy 被威和冰包围，这里普通上单会仗着有闪拉扯一下，甚至会有说我有没有逃跑路线，但 The Shy 从发现位开始他就已经不打算走了，他决定反向进塔然后清线的这个决策做的是非常快的，因为他知道此时是潮虫节点，这种摆明了就是放资源来抓他，所以虽然没有严确的信息，但他很清楚怎么挣扎都是死的，那止损的方案马上就出来了，很果断的也走进塔把线清了。而第2个决策则是严局他没有马上出现，而位置里走脸拖到了鳄鱼他第2套的 CD， 所以德晒马上决定 all in 闪现换人头，可以说从位的信息出现的一瞬间他就已经想好怎么死了，而后面逼出严确的大招反杀位已经是他判断下能做出的最优解，因为比起挣扎着被3抓1死，他起码多清了一波线，且闪现也换到人头。而一切的基础就是他想得够快，所以德晒是不犹豫的，就算送了也没有那种磨磨唧唧的感觉。当然能够达到这一个层级天赋的上单选手并不少，基本顶级上单都有这样的资质，但德晒比起他们最风格化的一点就是他的赌性极重。就比如最近打滔博这场的团战选择，如果这里 EZ 反应慢一点，E出来前被青钢影大招选定了，那加里奥跟个大招 ，IG 的团战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这里被哥哥反应过来了，自然就是 The Shy 送了白给，甚至是一波爆炸。从上帝视角的结果论来看呢，当然也是 The Shy 自己上去脱节死了。唯一值得聊的就是会不会一闪一更好，而不是用更容易被反应的一闪。但我们站在 The Shy 的视角，其实决定上的这个决策它是有逻辑的，所以他赌了，跟哥哥拼操作了。不管结果好坏嘛，但这确实就是想得快的优点，他抓机会能力就是强。只是 The Shy 赌上的并不是只有自己，而是整波团战的结果。他跟很多选手打的果断的区别只是，其他选手的尝试往往是小风险的尝试，而 The Shy 属于无论风险高低，我都敢跟你赌。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对手的反馈选择超出他的预期， The Shy 也会死得非常自然，甚至送得很大。所以 The Shy 他打阿乐这种愣头青是非常头疼的。阿乐在上单里游戏智商绝对不算高，但恰恰是他极靠本能且几乎不管理风险和收益的进攻，就是你跟我赌我就 show hand， 这种完全没有逻辑只有操作数值的选手反而更让 The Shy 难以琢磨，属于无法被预判的类型。哪怕是 The Shy 状态很好的 S9 春季赛，他对线强度最高的那种时期，阿乐打 The Shy 在对线端都是能独自创造单杀的，这也是阿乐的风格了，只要手感来了谁都能锤。
但阿乐虽然有无与伦比的爆发力，肌肉部分确实无比出彩，但过低的游戏智商也导致阿乐对于 carry 比赛的能力实际相当有限，所以阿乐这些年看起来成绩也是不上不下的。那说回德赛，决断过快加极大的赌性，让德赛拥有了极其汹涌的进攻性，就是他不怕上赌桌，也不怕扔筹码，而上的频次呢又够多，所以给我们观众的观感就是这个人他打得很变态，他是早用早 CD 早死早复活的践行者。也因此，德赛惩罚对手失误的能力极强啊！不管你是决策失误还是操作失误，德赛都能迅速的反应过来，并且完成反击。这点是呼吸哥非常值得学习的。呼吸属于对线期很果断，但团战上非常犹豫的类型，属于多谋少断，所以越打呼吸啊越不怕他的中后期，而德赛却是越后期越让对手烦躁的类型。很多选手说德赛的压制力很强，这个强并不仅仅是长手打短手这种层面的强，而是他那种无时无刻在上嘴脸的感觉，很恶心。这也是为啥德赛啊他在外战端他打欧美是非常来劲的，因为欧美的上单都是极其散漫的，很多节奏根本就不连贯，所以德赛就能一直压迫他，然后就非常容易 C。但打得更严谨、更偏防守的 LCK 那边的传统韩式 carry 上单，德赛反而是输多赢少，很容易养跌。所以德赛他在游戏里的影响力和存在感就是很大的，哪怕他状态很差的时期，数据很糟糕的阶段，也还是会让对手要花很多的精力在他身上，你没有办法无视他。这也是为什么打德赛最好的应对策略其实就是超出他预期做非常规，比如像卡纳维那种会走非常规套餐的打野就狂弄他，此时一旦超出德赛的预期，他决策又太快，就会让德赛的应对下限变得非常低，就变成了这样。操你妈！那在想得深这个维度，核心就是所谓的你知道的我知道，我知道你的知道。你只看到了第2层，而你把我只想成了第1层，实际上我是第5层。狭义上拉扯这种操作肌肉的部分，它也能算想得深，但广义上呢，还是对局势走向的感知。一个选手对游戏局势想得越深入，越清楚每个选择的后果，那他就想得越深。如果说想得快是你思考需要什么的过程，那么想得深就是知道每个选择会造成什么后果。同样面临多个选项时，就能避开最错误的那个，选到相对不那么差的选项。至于为什么不是正确的选项，还是前面那个扑克逻辑，如果选手能判断正确还是错误，那就没有人会去选择错误的选项。现实就是我们只能在错和不那么错之间做抉择，没有人说我会故意去选错误的，除非游戏智商低到夸张的那种。举个例子嘛，经典上路纪律性，你能提前感知到有可能的 gank， 选择去2塔附近挂机，固然是一种想得够深的体现，但如果每次觉得有威胁就去挂机，那上路就一定是会养跌的。半区原则看似正确，但也是要分局势来做的。如果上单永远是公式的遵守半区原则，那它一定是个2流上路。游戏里很多时候你怕给机会，反而也是一种给机会，因为对手可以无止境的在你头上拿优势，这就需要选手去做风险管理和下判断。有时候在塔下硬拖，哪怕拖死了，也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变量。尤其在上路这么一个雪球效应最明显的路，想得够深，算得够深，那就很关键了。而德赛在想得深这一块依旧是数值很高，但由于他有异于常人的理解，所以表现得很怪。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德赛的职业生涯除了某些版本因为对英雄熟练度问题导致一些误判外，大多数版本德赛都能够清楚版本他对于上路这个位置的需求，并且很快找到这个版本最 OP 的角色，然后呢，他再在这些基础上创造变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觉得德赛英雄池很深。比如第2赛段时候，德赛突然掏出了一个豹女上单，在上路大肉加战士阶段，那上单豹女确实能够有效压制的同时，还能帮助队伍控前中期的资源，属于打特定阵容不错的特解。而第3赛段因为潮虫价值的降低，德赛就完全不玩这个英雄了。当然我知道会有朋友说啊，别吹德赛的上单豹女了，都被单杀多少次了，胜率也就那样，纯属长手打短手恶心人罢了。那这里我就得说一个数据了，在 LCK 那个更严谨的环境里， LCK 上单拿出上单豹女的对局率，他们是有着90%的胜率，也就是说它作为特解型的选择，上单豹女的价值那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你可以说赛老师的操作不行了，判断下滑了，但理解这块是真没毛。包括23年微博逆袭 BL 军的那场 BO5， 德赛很突然的掏出一个南墙上单，砰砰一下就把 BL 军那局给干碎了。可以说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版本下，德赛能够提供的变量是很足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想得够深，他能够抓住版本核心点。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创造出上单滑板鞋这样的怪咖，因为那个版本先锋加镀层能给予的雪球确实太狠了。不仅如此，德赛对于局势中关键信息的获取与利用依旧是很强的。
拿一个最近的例子吧，打京东这场龙魂团，在 The Shy 即将复活前 ，The Shy 询问的是奎桑提有没有闪现。为什么这个信息重要？因为他 IG 后续的核心目标是保资源，而奎是京东这边唯一的前排，他有闪没闪，对于 IG 这边剩余的3人来说，代表他们能选的位置的不同。从很多语音你也能够看出来 ，The Shy 对于局势进程的理解是完全 OK 的。龙霸别追了，打龙霸。不是，然后再这样开大吗？你要大吗 ？OK。而 The Shy 他的操作发挥也非常依赖想的够深这一点。就虽然很多人把 The Shy 的进攻性和冰阿乐这些选手放在一起比较，但两者达成目标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冰阿乐这些操作怪，他们的操作风格是靠着反应和博弈，就他们的秀是那种我抓住机会我一波暴起给你拿下了，很多时候是和对手拼反应、拼博弈的勇气。但 The Shy 不是，他在操作风格上是持续的小预判，频繁的小施压，直到你露出破绽。因为带有一定的预判，所以 The Shy 无论是走位释放技能还是控制抵消，都很少会出现卡手的情况。因为 The Shy 会先建立一个预期，再进行操作。如果对手的反馈符合这种预期，被看穿了，并且露出破绽，那 The Shy 就会非常流畅的吃掉对手。举个例子 ，The Shy 的老黑单杀冰鳄鱼的这一波，第一波交手本身无事发生，但 The Shy 知道鳄鱼如果维持这个怒气，第2轮技能 CD 好的话，他压力会很大，所以 The Shy 他直接用大招做了一波交换。而老黑真正起杀心的点是鳄鱼2段一回去把红怒给用完了。其实冰这里都没有意识到 The Shy 他想 all in 到底的，这里看得出他是想补这个冰的。但 The Shy 开启疾跑瞬间，冰就反应过来了。可鳄鱼现在要做的是拖 W 的 CD， 但前面讲了嘛，只要你在 The Shy 面前露出破绽 ，The Shy 他就是能算准你。这波冰真正输掉博弈的，其实是他的眼下意识的点在了脚下草，而 The Shy 他领先一个眼，也正是知道这点，所以 The Shy 直接 Q 完回草里等 CD， 然后就把冰给拉扯死了。多说一句啊 ，The Shy 其实被冰单杀的次数是远远比 The Shy 单杀冰多的，因为操作博弈这块冰确实太猛了。The Shy 被单杀时，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博弈空间。The Shy 的操作秀属于是看起来比较优雅的那种，他不是说操作本身多吃反应，而是博弈的细节想得够深。最经典的还是那个老黑单杀妖姬嘛，几乎是把妖姬的所有下一步都算死。我们也可以看到 The Shy 虽然玩得很极限，但他在操作选择上并不会追求极限，他更偏向于抓实际而不是反应。包括那个经典的反杀司马老贼，我们站在2025的视角，其实他真正靠反应的操作也只有走位抖 Q， 而能够完成这个名场面，核心还是在于 The Shy 对于信息的利用，知道 EZ 没闪而自己有闪，所以第一个 Q 就根本没想过击飞，而是逼出 EZ 的 E 的同时尽量打伤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会发现 The Shy 并不是一个靠英雄熟练度来支撑操作的选手。实际上，那种绝活哥级别的操作选择，其实 The Shy 很少去尝试。所以 The Shy 啊，在想得深这块肯定够的，但问题就是 The Shy 的另一个特征了，那就是贪。The Shy 是上路选手里假动作最多的，假装放眼这块就是 The Shy 的拿手好戏。The Shy 的许多阵亡，不管是被抓也好，还是被单杀，核心都可以归纳到贪。贪兵线、贪视野、贪经济，很多不玩上路的玩家可能不理解，但 The Shy 确实有很多的被单杀是因为强行解线而死。就对于正常的上路，他会选择等打野来帮解，但 The Shy 就是宁可给你300块，我短痛了，也不愿意被对手控线折磨。在德州扑克里有个行为叫做炸胡，就是当你手上的牌很弱，几乎不可能赢的时候，那你可以通过强行下注来假装自己有非常强的牌，然后让对手放弃。在上单里 ，The Shy 是最经常使用这个策略的选手，他会在不可以这样做的局势里去用炸胡来贪多一点东西。就拿最新一场打京东的那个狂送杰斯，这里很多人无法理解 The Shy 凭什么要 TP 下去。打比赛肯定没有人在故意送嘛，只是 The Shy 才发现，我队伍已经把视野布置得很深了，甚至还把京东在三角草这里的视野排掉了。站在小局视角下，此时自家河道全部没有视野，打野又在下半区，辅助刚从中路下河，这波鳄鱼得考虑 The Shy 的身后是否有打野，他是不是在卖半区原则嘛？所以 The Shy 他就是想唬一下小徐，那这样的行为在 The Shy 视角是非常常见的，就硬装。虽然结果上 The Shy 变成了小丑被无情单杀，但也不得不替 The Shy 说一句：你不怕我队友的吗？哇，这个人哇！这也是为什么 The Shy 和野河风格的打野不怎么适配的原因，而和您这类节奏型打野在一起时，效果反而会更好。不仅仅是打野他会来帮你，而是因为有时 The Shy 虽然是装的，但万一呢？万一身后真的有打野呢？这种隐性压制才是 The Shy 创造上路优势的最大底气。想得多其实是评价选手职业化程度最贴近的一个维度，因为想得快、想得深是选手的本能，教练很难教。但想得多，扎根的地方其实是游戏理解。游戏理解是选手如何认知游戏的方式，这个理解是会变化，队友变化了，版本变化了，那都会有影响。但选手的脑子 CPU 天然它是有限的，再天才都不可能什么都算完。
所以此时选手将思考的侧重放在哪里，就会形成选手的决策偏好。这里我总结了一张上单偏好表，我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选手，抗压风格和压制风格，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但左上角和右下角这两个象限具体所指，可能大伙不是很清楚。那我个人是这么想的，进攻和防守本质是上路在对局中的追求，目标呢是不输线还是要赢线，这是两种不同的出发点，而不同出发点，哪怕英雄选择类似，也会因为出发点的不同有天差地别的游戏画面。所以即便是可以赢线的英雄给到偏防守的选手，那么游戏的画面也是和追求压制的选手完全不同的，反之也是如此。本来我选一个抗压的英雄，10分钟70刀及格了，但进攻性强的选手他就是会想要拿到80刀，让对手不达成预期，那也是另一种赢线方式。就像 The Shy， 他甚至有过拿奥恩出多兰剑的情况，而在不输线这块做到顶尖的选手，还是 LCK 那边的上单会更多一点。LCK 的上路其实在战术地位上都蛮高的，会比我们 LPL 更喜欢选能 C 的上路英雄，像杰斯就是 LCK 上路的传统底库，但他那边的主流风气反而是追求不输线，就我可以不压你，但我一定要保障自己的发育。曾经的 Kuvi 可汗到现在的多兰，那都是这种路子，我不追求压制，但保证自己不会崩，然后中期呢通过团队的倾斜，英雄的强势期，把自己养得够肥后，我才开始发力。所以左上角的这个象限算是韩式 carry 上路的舒适区。这种流派优点就是不会给队友添麻烦，下限很高，更注重自己的发育。这里的团队和个人也是指选手对于节奏的偏好，而不是我们常聊的那个战术侧重。一个选手打得很团队和这个选手吃了很多团队资源，那是两件事儿。而我们许多 LPL 的上路风格则完全相反。LPL 主流进攻型上单，他们很多都是进攻性很强，我要赢线，但节奏上反而追求团队的类型。这类选手的逻辑就是我对线干穿你，然后我再拿这个优势去干你的队友，从而 carry 比赛。近些年这个类型的代表当然是阿宾，而神王宙斯虽然操作肌肉部分很强，但他的偏好其实是比较均衡的，不会说太极端的说去进攻，也不会完全过于的防守，这也是我认为他游戏智商很高的地方。他会基于版本去调整自己，这对于上路来说极其难得。相比冰在这块就差点了，虽然很多版本看得出冰有尝试去改变，有尝试突破舒适区，但他熟练度低的英雄味道还是很容易不对的。在 LPL 那么多上路里，在想得多这一块，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的反而是小虎。小虎在上单的那一年，他的博弈能力不是最强，他的熟练度不是最高，他甚至决策速度也没有很快。但综合来看，小虎的游戏智商依旧是最高的那一档，核心就是他想得够多，他思考覆盖的面很广，他知道自己定位在哪儿。他不但能知道自己的定位，他还知道队友怎么能帮自己，或者自己怎么去帮队友，所以他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自己选择英雄的优势。所以那一年他能够打破上单小虎不败卢锡安神话的，其实也只有同样游戏智商很高、想得够多但打法已经开始转防守的冰岛圣枪哥。当然阿乐这个愣头青也确实在季后赛爆了一次小虎的大冷。那The Shy在想得多这一块，他是能够达到知道自己定位的，他甚至也清楚游戏进程里需要他做什么，所以他的团战优先级是很清晰的。比如前面那个炸虎杰斯，虽然那场死的非常多，但他知道他自己虽然打不过鳄鱼，但是可以压制加里奥啊，所以哪怕 KDA 非常差，但他依旧非常狂野的去压线，相比很多选手死多了反而就怂了。The Shy 想得够多，知道自己要干嘛，能干嘛，所以他才会在单线上一直给京东很大的压力。包括这场为什么会选择杰斯，虽然选挖掘机完全不怕被抓，但在己方已经点了卡莎的情况下，你上路拿杰斯也可以很大程度的吸引对手的注意力，而且前中期还有线的话，也能保证队伍运营的一个流畅。所以 KTA 这些都是给观众看的，关键是游戏中你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并且敢于去做。但在想得多这个维度， The Shy 不如小虎，甚至不如很多 LCK 上路的点在于 The Shy 虽然知道队友该在哪里，该去哪里，自己该去哪里，但如果队友不按 The Shy 的预期来走， The Shy 呢并没有 King 啊圣枪哥那样随时调整配合队友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队友和 The Shy 的游戏理解有差别， The Shy 他即便强行兼容也很难配合出东西。Angel 就曾经评价过 The Shy 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从不怀疑自己。也有跟他争执很多事情，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然后他一直好像就都是那样子的，他不会怀疑自己吧？他非常
当时 Angel 评价德赛固执时是被狂冲了一阵嘛，觉得你个亚军理解肯定不如冠军。但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点极端的，还是前面说的扑克和象棋的区别，每个人认为正确的点是不一样的，而能够把队友的情况也囊括进去，考虑到队友跟不跟得上，也是想的够多的体现。而这一点其实几乎中路玩家他都有这样的能力。那德赛自己也说嘛，在丹尼刚来微博时，他会和丹尼有分歧，只是后面发现丹尼是对的，才开始因为丹尼而改变。所以德赛的缺点就是他不太兼容和他不一样的系统，就苹果上单了属于是。德赛的团战和他的操作一样，并不拘泥于固定的画面，玩坦克就一定要成伤，玩输出就一定要抱团。所以德赛团战画面感很强，是因为他总能抓到一些上帝视角才能看到的对手的缺陷。还是这场杰斯嘛，这场团战当主战场往右侧转移的时候，他很清楚奇亚娜才是正面的变数，所以他非常果断的闪现上墙去和奇亚娜 all in 了。在这种突然的高压下，群反应都变形了，而正面本来就4v4无敌的 IG 更是很轻松的完成了战场的收割，而德赛没有造成击杀，但同样是做到了事情。这就是这个版本德赛对上路的理解。所以同样的画面，我们就能看到很多不同的变量，比如打 BLG 这里的闪现找冰女，比如这场剑魔主动去单防瑞兹。所以你既然要享受德赛这样团战策略带来的好处，你就得接受这样的画面。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得有扑克思维，因为选择是不能完全结果论的，咱不能只有结果好的时候才说你这样是对的。何况德赛还会做很多风格化的小运营，去给队伍争取空间，比如兰博提前大招洗线去抢一个先落位的 TP 优势，再比如在有 TP 差的情况下，卡着资源弹时间去做主动的换血，让对方上路即便有 TP 领先也去不了正面，这些都是他想的够多的体现。所以从想得多这个维度，德赛他是 OK 的，但也确实因为兼容性被我扣了一点分。说真的呀，跟德赛配合的压力真的很大，他抓机会的速度太快了，甚至也不管队友跟不跟得上，也就是当年3叉戟那种几个不同的变态风格的选手加变态配置，才能稳定的发挥他们的长板，同时掩盖短板。从这个角度，德赛这样的天赋但有成绩的巅峰期却不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德赛能够给队伍带来诸如 S9 吊打剑皇、S13 击败兵哥这样的超级发挥，但比赛终归是一个长跑。德赛能够成为打破对手节奏的那个破局手，但很多时候也会为了抓住对手破绽，采取一些非常规行为，那也可能成为打破队伍本身运营节奏的反向突破点。所以德赛职业生涯为什么高光如此之多？我觉得最核心一点也是，很多机会对于普通选手来讲就根本不会出现。就同样的画面，别的选手根本就不会去打，毕竟不是每一波操作都是必要的。而德赛这种以自我为节奏核心且打法极具进攻性的选手，他自然会创造出很多其他上路不会创造出来的机会，当然也自然少不了很多让人无语的情况。哦，想单杀是吧？好笑哦，补老兵全打了，我交闪呗。补装备的。哎，你就不能少时间走呀？他补装备出来你直接走呀？老子这是打人呐！所以3个维度我们总结下来，德赛在想得快、想得深2个维度，他都能达到 S 级；而在想得多这块，虽然我只能给到 A 级，但综合来讲，他依旧具备顶级的游戏智商。他的赌、他的贪、他的习惯，结合顶级的游戏智商，才能造就如此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说完德赛为什么能这样，现在我们来说说德赛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得说回德赛的职业生涯了。德赛首先本身有这样的资质，而早期他职业生涯的版本不但没有磨平德赛的棱角，反而是加重他这种风格的。在 S7 到 S8 的出道阶段，德赛就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选手，所以当时才要他和 Duke 轮换。而养成德赛这种敢赌又贪的风格，很大程度在于 S8、S9 那时的版本生态对于前期劣势的惩罚并不重，你有足够的容错去送第1波、第2波。上路这个位置，当时你只要判断够快，想得够多，你吃了资源并且能 C， 那你天然就会有高的容错。因为在 S8、S9 的版本里，野区的基础逻辑就是前20分钟能够带队做大哥，打野他有战斗力，而在20分钟后，你就只能靠野区经验追赶机制去做一个2号辅助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野区刷线的速度太慢了，中后期刷野对于当时打野来说没有性价比了，而那时单人线的对线周期又非常的长。现在的版本换线甚至你可以4分钟就开始了，而以前
单人线能够1v1到15分钟，也就是说你一件套的时候，你甚至都还在对线。所以只要在那个版本你选择够果断，你不要在打团和发育中犹豫，那么无论是刷野补发育还是带线，你都会有打钱的空间。那个时期的德赛是根本不会怕对线给你机会的，送了我一样刷线吃野补起来，而我赢了那就是从头压到尾，然后团战无敌大哥啊！经典的0-2开游戏就是如此。所以德赛对于保持自己发育节奏这件事儿是融入骨髓的，他就是靠着这个走向了巅峰。可 S10的版本野区刷新的频率变高，野区经济变多，尤其有龙魂后，单人线的生态就回不去了。 내가 최고의 탑이라고 그러니까 사람들이 불러준다는 거는 사람들이 뭔가 德赛最亮眼的 S8、S9 难道和现在区别很大吗？其实是一样的。S9 最后那场天使被捆爆毙，其实就是德赛这种风格化最具象的证明。那场从前期对位被单杀，到中期发育起来，团战几乎无敌，再到犯罪走位给到机会，它是非常经典的德赛式的比赛。 有 C 有送有遗憾，德赛呢是一个心态非常稳定的选手，他并不害怕失误，也不怕承担失败后的责任。或许在我们看来可能是赌，可能是贪，但其实在他眼里就是他对于游戏认知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 S10的滑板鞋是德赛入魔长手的开端。你们不像我陷入像，但是抓把不陷入像傻逼。但实际上，德赛真正开始玩长手压制是在 S9，当时 AD Nico 非常强势，连 UZI 都拿去走 AD 的程度。在那个镀层刚刚出现的版本，那我 Nico 走上路能最大程度的压制对手，养飞自己，完全符合德赛的 carry 逻辑。洲际赛打 SKT， 德赛也是一手 Nico 无限压线，哪怕你打野连体也不怕的那种。最后呢，爽压可汗100刀，并且打了自家最多的输出。那如果我能这样来 carry 队伍，那为什么我不能走这条路？可以说，德赛虽然具备着最顶级的游戏智商，但他的性格和习惯，再加上那些年的版本，共同塑造了德赛。我一直认为选手的风格塑造和选手早期生涯的版本、队伍配置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同龄但现在焕发第二春的 King， 他出道时也是进攻性很强的，但所在的队伍配置不足，甚至 S 赛上还被北美3-0了，所以他的打法自然得稳，他送一次游戏可能就结束了。所以 King 现在的防守能力在边线的处理就是会宛如城墙。而 The Shy 他出道在一个非常自由且相互兜底的 IG， 那出道又是巅峰，你浪了没事啊，有人能兜，那自然养成了他这样无限上嘴脸、无限压制的游戏风格。我觉得我的观众应该能够理解，风格它是没有好坏的，只有适合不适合。那如果我是一个教练，我现在想组一套班底去拿下那该死的 S 冠，那我可能会选择宙斯、冰、King 这些风格整体更可控的选手。但如果我是一个老板，我巨他妈有钱，我不在乎你，我就想组一个俱乐部，我就想看选手打比赛，那我的上路一定是The Shy，他的比赛就是这么好看，就是这么让人着迷。我想电子竞技冠军固然最重要，但不同风格的选手也同样是职业赛场上非常亮丽的风景。也希望本期视频能够帮助你理解The Shy，理解他那些不太能被别人理解的部分。你是3单能接受吧？3单是所有事情能接受的，你不能去下的，懂了没？你去下就不是个3单，不是个男生啊。那本期内容就这么多了，最后再给我们充电的观众简单汇报一下，就是这期啊，本来应该是2周前做完，